大家好，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丁海燕老师，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。今天我们讲解函数调用时的数据传递、调用过程及函数返回值。下面介绍函数调用时数据是如何传递的。一、形式参数和实际参数。在调用有参函数时，主调函数和被调函数之间有数据传递关系。定义函数时，函数名后面的变量名称为形式参数，简称形参。主调函数中调用一个函数时，函数名后面参数称为实际参数，简称实参。实际参数可以是常量、变量或表达式。在调用函数过程中，系统会把实参的值传递给被调用函数的形参，或者说形参从实参得到一个值，该值在函数调用期间有效，可以参加被调函数中的运算。下面来看例 7.2， 输入两个整数，要求输出其中值较大者，要求用函数来找到大数。解题思路：一、函数名应该是键名之意，定名为 max。二、由于给定的两个数是整数，返回主调函数的值及较大数应该是整形。三、max 函数应当有两个参数，以便从主函数接收两个整数，因此参数的类型应当是整形。先编写 max 函数 int max 括号 int x int y 花括号 int z z 赋值 x 大于 y 问号 x 冒号 y 分号 return z。 在 max 函数上面再编写主函数，主函数如下所示。首先 int max int x int y 分号声明函数 max int abc 定义三个变量，用 scanf 输入变量 ab 的值 ，c 赋值 max ab 调用函数 max， 实参可以是常量、变量或表达式。把二者组合为一个程序文件，主函数在前面， max 函数在下面。运行时输入两个整数12负34，输出 max is 12。main 函数中包含了一个函数调用 c 赋值 max ab，ab 是实参。max 函数定义如下： xy 是 max 函数的形式参数，通过函数调用，在两个函数之间发生数据传送。实参 ab 的值传递给形参 x 和 y， 在 max 函数中把 x、y 中的大数赋给变量 z，z 的值作为函数返回值返回 main 函数，赋给变量 c。函数调用的过程如下：在定义函数中指定的形参，在未出现函数调用时，它们并不占内存中的存储单元。在发生函数调用时，函数 max 的形参被临时分配内存单元。如图所示，将实参 a 的值2赋给形参 x， 将实参 b 的值3赋给形参 y。调用结束，形参单元被释放，实参单元仍保留并维持原值，没有改变。如果在执行一个被调用函数时，形参的值发生改变，不会改变主调函数的实参的值。注意，实参向形参的数据传递是值传递，只能由实参传给形参，而不能由形参传给实参。实参和形参在内存中占有不同的存储单元，实参无法得到形参的值。函数值就是函数的返回值。通常
希望通过函数调用，使主调函数能得到一个确定的值，这就是函数值，即函数的返回值。例如 ，C 复制 max23，max23的值是3，3就是函数返回值。赋值语句把这个函数值赋给变量 c。函数的返回值是通过函数中的 return 语句获得的。一个函数中可以有一个以上的 return 语句，执行到哪一个 return 语句，哪一个就起作用。return 语句后面的括号可以不要。在定义函数时，要指定函数值的类型。既然函数有返回值，这个值当然应属于某一个确定的类型，应当在定义函数时指定函数值的类型。例如 int max float x float y 函数值为整形， char letter char c1 char c2 函数值为字符型， double min int x int y 函数值为双精度实型。在定义函数时，指定的函数类型一般应该和 return 语句中的表达式类型一致。如果函数值的类型和 return 语句中表达式的值不一致，则以函数类型为准，即函数类型决定返回值类型。下面来看例 7.3， 将例 7.2 稍作改动，将在 max 函数中定义的变量 z 改为 float 型，函数返回值的类型与指定的函数类型不同。分析其处理方法。解题思路：如果函数返回值的类型与指定的函数类型不同，按照赋值规则处理。程序如下：在 max 函数中 ，float z 定义 z 为 float 型变量 ，z 赋值 x 大于 y， 问号 x 冒号 y，return z。输入 1.5 和 2.6， 执行 max 函数中的条件表达式，得到 z 为 2.6。现在出现了矛盾，函数定义为 int 型，而 return 语句中的 z 为 float 型。要把 z 的值作为函数的返回值，两者不一致，怎样处理呢？按赋值规则处理，先将 z 转换为 int 型，得到2，它就是函数得到的返回值。最后 max xy 带回一个整形值2，返回主调函数寐。对于不带回值的函数，应当定义函数为 void 类型，或称空类型，以保证函数不带回任何值，即禁止在调用函数中使用被调用函数的返回值。此时，在函数体中不得出现 return 语句。好了，同学们，函数调用时的数据传递、调用过程及函数返回值，我们就学到这儿。下节课再见。